你们认识？回禀殿下，下官的家乡是一个名叫放牛村的小山村，跟张姑娘是同乡。北君临没想到新科状元竟然是放牛村的人，他扫了一眼囚车，就见江不喜低着头，用袖子遮着脸，一副没脸见人的样子。一路上见他都是我做囚车我光荣的样子，他竟也有没脸见人的时候。他跟这个柳状元，北君临再看向柳青云的视线冷了几分。时候不早了，姑就不耽误其他百姓一睹状元郎的风采了。恭送太子殿下。北君临转身离开，看着囚车里恨不得挖个洞把自己埋起的江不喜，他这样是怕被心上人看见吗？张小姐，太子殿下邀请你一同乘坐马车。放牛村出事了。放牛村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他没事吧？恭送太子殿下的马车离开，柳青云心急如焚地翻身上马，囚车和骏马交错而过。柳青云如果侧头看一眼，只是一个背影，那他也一定能认出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人。一马一囚车朝着两个方向越离越远。对不起，不能给你办庆功宴了。柳青云是个什么样的人？张梅儿并没有多想，细细地向太子殿下说起柳青云的情况来。这柳青云倒还真是个好人。要说谁受他恩惠最多，那就是朱寡妇。不过朱寡妇却不知感恩，一直对放牛村抱有仇视，辜负了一心劝他向善的柳状元一片苦心。也就是说，他们两人走得很近。之前听我妹妹说过，朱寡妇有意勾搭柳状元，怪不得刚才眼神都恨不得粘在人家身上了。如果没有他这个意外，他是不是准备勾搭那个柳青云生崽的？真的很好。殿下，你打算怎么处置朱寡妇？那等恶妇，固定要将她五马分尸。张梅儿没再说话，朱寡妇死有余辜。死有余辜的江不喜此时表示自己很无辜。一个脸上有着麻子的光头小男孩正追着囚车，哭喊着叫他娘。娘，你不要走！他从哪里蹦出了这么一个好大儿？二蛋，你先回家去，娘去找你爹，很快就会回去的。爹，你快来！娘不要我们了，娘，我的亲娘！娘子你要去哪儿啊？娘子，你不要我跟儿子了吗？娘子你别走，娘子。老娘在这里，你们追着谁呢？娘，你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我刚才去瞧大夫了，大夫说我有喜了。真的？太好了！江不喜嘴角含笑，曾经他也幻想过这样平凡幸福的生活，生2、3个孩子，跟相公等等，呕吐有喜。他这几天时常感觉恶心，会不会是有喜了？这段时间焦头烂额的事情太多了，导致他忘记了他的月事始终没有来。姑姑，我们或许不用死了，我们有救了。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回来了。儿臣见过母后。快给母后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母后，儿臣已无大碍。哎呀，你呀你，真是吓死母后了。让母后担忧了，是做儿子的不是。妾身见过太子殿下。臣妾见过太子殿下。这其中有太子妃王氏、太子良娣林氏、沈氏、太子良缘田氏。起来吧。君儿，这1个月来，太子妃每天吃斋礼佛，祈求你能平安回来。你看她都消瘦了好多，你回来后定要好好的补偿她。母后，殿下，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辛苦了。君儿，听说你带回来了一个姑娘，快带来给母后瞧瞧。民女张梅儿拜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母后，张姑娘是儿臣的恩人，儿臣落难在放牛村的时候，张姑娘帮了儿子很多。既是太子带回来，又是太子的恩人，那以后就留在太子房中伺候吧。太子妃，你觉得如何？母后，殿下得意知新人，臣妾也是高兴。那你认为该册封个什么位分？张姑娘是殿下从民间带回来的，并非出身世家贵族，按例应从侍妾做起，待日后生下个一儿半女，再行封赏。但张姑娘是殿下的恩人，自不能苛待了去，所以臣妾认为臣为当得。太子妃考虑周到，那这件事，母后，如果没有张姑娘，儿子可能就不能回来看您了，请母后准予册封张姑娘为侧妃。君儿，母后知道张姑娘是你的恩人，但是张姑娘一没有母家荣耀，二没有皇嗣功劳，册封太子侧妃实在与理不合。母后的意思是，有了子嗣就当的是吗？不只是张姑娘，你们谁能为太子殿下诞下子嗣，立即册封侧妃之位。即使如此，儿子听母后的。太子妃，张成威就交给你安排了，找个礼仪嬷嬷，好好教教他宫里的规矩。是，母后。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林氏嘲笑他人，放诞无礼，罚抄女诫10遍。陛下，江氏该如何处置？江氏，听说君儿此次还带回来了一个罪妇，可是这个江氏？是的，母后。儿臣落难时，这个江氏屡次对儿臣大不敬，实在该死。把江氏押上来，我倒要看看这江氏有没有长8颗脑袋。等一下，够不够砍？江不喜被押进皇后宫殿。大胆罪妇，竟敢直视皇后娘娘！江不喜的膝盖窝被身后的侍卫踹了一脚，重重的跪下了。北君临凉薄的抬眼看了一下，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背后的李安和赵武默默的退后了2步。
省得被寒气冻到。江氏，你对你所犯之罪可有什么要说的？皇后娘娘，民妇无罪，不但无罪，民妇还要状告太子殿下抛弃民妇以及民妇腹中的孩子。你说你腹中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太子妃及一众嫔妃大惊失色，视线齐刷刷地看向刚才他们不屑瞧的罪妇。张梅儿瞳孔微颤，脸上既震惊又错愕。怎么可能？太子殿下厌恶极了他，怎么可能会宠幸他？江氏，你可知在本宫面前说谎的下场应当如何？皇后娘娘，民妇并没有说谎，太子殿下受伤昏迷在山中，是民妇把殿下救回了家里。谁知太子殿下竟然身中催情药物，恩将仇报的就把民妇给北君临黑眸幽暗极了，薄唇勾起似笑非笑，真是好演技，还倒打一耙，把自己演成了受害者。北君临见过坏的，但没见过坏的如此明目张胆的。民妇虽是个寡妇，但是也是有气节的。名节被毁，民妇也不想活了。事后是太子殿下说了，他愿意跟我成亲，给我一个名分，民妇这才没有跟着我那早死的相公去了。民妇跟太子殿下成亲后，太子殿下腿脚不便，民妇是日衣不解带，尽心尽力伺候太子殿下。哪知太子殿下如今竟要做负心汉，民妇和肚中的孩子不活了。肚子你可千万要争气啊，能不能活就靠你了。殿中的人神色各异，全部都看向了太子殿下，希望他能出来反驳这罪妇说的，然后拉他下去砍头。来人，将这罪妇拉出去斩了。是，殿下。慢着，母后，这罪妇为了不想死，故谎称有了身孕。有没有叫太医来一探便知？于公公，去请太医院院手过来。这江不喜顶着一道道凌厉目光，低着头，掩面低泣。刚才他说的自然都是胡说，但北君临能拿他如何？除非他不要脸面了，让别人知道堂堂太子殿下被一个女人如何折辱，如何用牛链拴在床角，如何被他当狗的。只要他有孕，那么皇后娘娘必定保他。微臣参见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傅太医，请起。谢皇后娘娘，谢太子殿下。傅太医，给本宫好好瞧一瞧那江氏的身子。是，娘娘。太子妃及各嫔妃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皇后捏紧了椅子扶手，就连江不喜自己都紧张的后背直冒冷汗，心跳如鼓。只有北君临气定神闲，指腹一点点敲击着扶手。皇后娘娘，太子殿下，这位姑娘已有1个月有余的身孕。这寡妇真的怀了太子殿下的孩子。太子妃的指甲掐断了，其他嫔妃一口牙齿几乎咬碎，心里一股一股冒酸水。皇后紧张捏着椅子把手的手松了。太好了，太子终于要有子嗣了，她要当皇奶奶了。她日日夜夜盼望的皇孙终于来了。江不喜听到自己确实有喜了，以为第一时间会松口气，激动自己有救了。江不喜的手抚摸上了自己的小腹，眉眼揉了下来，嘴角含着笑。北君临看着江不喜抚摸着肚子，一脸温柔的不可思议，嘴角的笑是那样美。他是喜欢这个孩子的，他的孩子。北君临自己都没有发现，他此时的眼眸也柔得不可思议。皇后娘娘，这姑娘近日来焦虑过重，有些郁结于心，长期下去恐对腹中胎儿不利呀。我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本太子成全你。来人，把江氏拖出去斩了。是，太子殿下。本宫看谁敢伤害本宫的皇孙。傅太医心惊，这姑娘腹中怀的是太子殿下的骨肉，绝嗣太子有子嗣了。傅太医本还想说告退了，这会高低得留下来吃桂瓜。母后，这江氏留不得，他竟妄想拿腹中的孩子要挟儿臣，说什么他与儿臣成亲了，就是儿臣的妻子，绝不为妾。他也不看看他身份，他配吗？江不喜愣了一下，迅速反应，哭得更大声了。我好好嫁人成妻，谁知这个负心汉竟然不认了。既然如此，我娘俩也不活了，今日就一头撞死算了。江不喜一抹眼泪，头铁的就往殿中的柱子上撞去。快拦住江氏，拦住他！江不喜柱子撞不到就撞墙，墙撞不到就拿花瓶砸自己脑袋。花瓶被人抢了，他在原地打转了一圈，实在找不到寻死的东西，他干脆冲到皇后娘娘的面前，一把抱住她的凤腿。皇后娘娘，你赐死民妇吧，民妇实在没勇气再活下去了。太子妃及一众嫔妃都看傻眼了，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们都是高门大户出来的，从小家里就教导他们要端庄，要优雅。刁妇，要不是当时姑中了情药，你以为姑会要你这个刁妇做本太子的通房都算抬举你了？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我不活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第一个相公早早死了，遇到第二个相公，本以为能相伴到老，一世一双人，结果他是个负心汉，要抓我们母子俩去砍头。孩子，是娘的错，是娘不好，都是娘识人不清，害了你。
咱们母子今生怕是有缘无分了，来世我们再做母子。皇后娘娘，姑娘情绪如此激动悲伤，恐对腹中胎儿不好。正好嚎累了，哭不动的江不喜干脆白眼一翻，晕睡在地上。北君临迈开脚就要朝江不喜奔过去，但想到了什么，他猛地停住了。快，傅太医，你快来看看本宫的皇孙有没有事。傅太医把了脉，通过脉象知道了江氏假晕，但他从江氏身上看到了他娘亲的影子，起了恻隐之心。皇后娘娘，姑娘悲伤过度，气火攻心，再加上有孕在身，身子孱弱，这才昏厥过去。娘娘，地上寒气足，这样躺着恐对江氏腹中的胎儿不利呀。快把江氏搬到偏殿休息。假晕的江不喜觉得这个太医太得他心了，傅太医给江不喜熏了安神的药，江不喜休息好了，便悠悠转醒，看到皇后娘娘就坐在床边守着他，他惊慌的就要起来。躺下，不用起来。太医说你需要好好休息，切莫情绪激动悲伤。谢皇后娘娘。江不喜话说着，眼泪又流下来。民妇不知道今后该如何跟腹中的孩儿活下去。哼，给本太子安安分分的把孩子生下来，其他的你别想了。你给本宫闭嘴！北君临的脑袋被拍得嗡嗡作响，人都傻了。母仪天下，仪态万千的母后竟然删他，有了小皇孙就不要他这个儿臣了吗？他这个儿子不香了，那不孝子还在肚子里叫夺他父王的事了。宽大衣袖的遮掩下，他垂在身侧的小拇指被一只细小的手指勾了一下，见他没反应，又勾了一下。北君临被勾得心口痒痒的，既然知道了他不是杀自己的凶手，如今又怀了他的孩子，自然是要好好哄着他的。江不喜一向如此，该示弱示弱，该猥琐猥琐。江不喜收回了勾搭太子的爪子，又嘤嘤哭了起来。你为何又哭了？皇后娘娘，太子殿下站床边冷脸盯着我的样子，民妇害怕。北君临被江不喜勾得正心猿意马，结果听到他的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刚才是哪个人勾引他的？他害怕还来勾引他。太子，退开一点，不准靠近。北君临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江氏，你真是令人不喜。皇后娘娘，民妇自知身份低微，还是个寡妇之躯，不配为殿下孕育子嗣。殿下厌弃民妇，民妇不愿殿下，娘娘赐一杯毒酒给我吧，我好下去地下找我那短命相公，聚早一日，早团聚一日。我那短命相公定是不会嫌弃民妇腹中的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在阴间好好过日子，总比留在人间带着我的孩儿被人嫌弃。北君临只感觉一阵阵气血翻涌，在气死边缘。江不喜胆敢让他的崽认他那短命鬼前夫为父，那前夫万幸是个短命，不然他一定将他千刀万剐。江不喜跟他那短命前夫郎情妾意，互相爱慕又怎样？现在人是他的，崽也是他的。江氏，你只管安心，有本宫在，太子就绝对不会抛弃你们娘俩。他要是敢，本宫就把他腿打断。母后，江氏身份低贱，又是寡妇之躯，姑准许她生下姑的孩子，已是她最大的福气。做姑的妃子，她不配。张成威身份不低贱，你怎么还请求奉他当侧妃呢？张成威他不一样，他是儿臣的恩人。那江氏还是你皇长子之母，我看他更当得这个侧妃。母后，封江氏为侧妃，这与礼制不合，不但儿臣不同意，朝堂那些大臣也不会同意的。那些大臣送进来的女儿，一个个不会生，本宫还没治他们的罪，轮得到他们不同意。至于你不同意，我立即就让人拉张成威去砍头，还没入宫就蛊惑太子昏庸无道，其罪当斩。太子殿下抿直了唇，不再说话，脸上可见怒气，眼底却藏着几分更为隐晦的东西。皇后娘娘气急了，什么与礼不合，什么没有先例，什么朝堂大臣反对，江氏母子俩她就是互定了。传本宫懿旨，江氏绘制兰心，皇嗣有功，册封为太子侧妃，择日举行受封仪式。太子殿下回朝，一个乡下寡妇被册封为太子侧妃，满朝堂震惊，全皇城震惊。娘娘，陛下来了。臣妾给陛下请安。起来吧，皇后。那个寡妇江氏是怎么回事？陛下，那个江氏已怀有太子的骨血。当真？傅太医已经看过了，已有1月有余的身孕。好，太子终于有子嗣了。一个寡妇之躯，就算怀了太子的子嗣，也是当不得太子侧妃的。赵仪已然是天加隆恩了。如今大臣们的折子都快堆满朕的御书房。皇后落泪。皇后，你哭什么？朕也没训斥你啊。陛下，臣妾是高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做皇奶奶了，陛下也要做皇爷爷了。皇后高兴的语气突然失落下来。我忘记了，陛下早就做皇爷爷了。朕跟皇后一样，盼了这么多年，太子有子嗣了，朕要做皇爷爷，自然无比高兴。如今太子有了子嗣，储君之位坐得更稳，他自然高兴。就是皇后，这寡妇江氏实在身份低贱，当不得太子侧妃，还是收回懿旨吧。陛下，你还说你高兴，我看你一点都不高兴。胡说，
朕自然高兴。那你说，小皇孙生母出身不好，令人看不起，那是不是连带着小皇孙也要给人看不起？等出生后报给太子妃名下抚养就是了。又是太子的皇长子，谁敢瞧不起？陛下没有做过母亲，不知道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失去孩子多么痛不欲生。皇后想到自己失去的那个孩子，眼泪又来了。正因为臣妾经历过，臣妾做不出那等让母子骨肉分离残忍的事情。听你的，都听你的。他能给皇后生出日思夜盼的小皇孙，这就是大功。侧妃之位，他当得。那大臣那边，那些迂腐的大臣，多大点事，不就是一个寡妇吗？又不是封个尼姑做皇太子妃，咋咋呼呼的。皇后，你不用担心，朕会搞定的。距离那天江不喜被皇后娘娘册封为太子侧妃，已经过去3天了。侧妃娘娘，你好美啊！册封的队伍已尽数退去，留下义乌的赏赐。江不喜眼睛亮晶晶的，这个摸摸，那个看看。他拿起一锭金灿灿的黄金，放嘴里咬了咬，硌牙。真的，是真的。这么一大箱黄金都是真的。我是在做梦吗？如果在做梦，不要叫醒我。走，去拜谢皇后娘娘圣恩。江氏，你干什么？母后，我想你了。你想我？你抱着我的腿干什么？母后长得太耀眼太漂亮了，我不敢直视，可又想跟母后贴贴，只能抱凤腿了。这条金凤腿是她的，谁都别跟她抢。皇后垂眼看着抱着她腿又跟胖胖说起悄悄话来的江氏。胖胖，我跟你说，你以后找相公一定要擦亮眼睛，要找个帅的。你看我就找了个帅帅的相公。我婆母太厉害了，生了一个这么帅的儿子，他还对我超级大方的，赏赐了那么好多的东西给我。婆母太好了，我太喜欢婆母了。以后要是我跟北君临分开了，婆母必须归我。好了，你这溜须拍马屁太过刻意，就显得假了。我对母后的敬仰是真的，金子都没这么真。江不喜从皇后宫殿出来，到处走走。自从那天皇后娘娘封她为侧妃，北君临黑着脸甩袖走了，就没再见过。听说这几天他在朝堂大开杀戒，揪出了不少谋害储君的人，其中最轰动的就有三皇子事件。原来太子殿下遇到的多起刺杀就是他策划的。三皇子为了掩盖罪证，杀了好多人，其中就包括屠了放牛村。皇上龙颜大怒，把三皇子贬成了庶民，终身守皇陵。大臣们也是个个提心吊胆，再没闲心思管什么寡妇册封皇太子妃的事情。江不喜这会儿走到了湖边，这里好多鱼啊！娘娘，你要不要喂鱼？我去拿些鱼饲来。好，去拿吧。都是一群废物。北景园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看到了一个女人摇晃着身体就要摔进湖里去。她是谁？江不喜感觉到一道强烈的视线落在他身上，他抬脚就要朝她走去，可他却带着丫鬟匆匆走了。去查讲刚才的女子是谁。江不喜转弯的时候撞到了一个人，身体往后倒去。就在这时，一只有力的手臂缠上了他的腰肢，重新把他拉了回来。跑什么？有事了。北君临看了一眼李安，李安抱了下拳，然后从江不喜过来的地方勘察。江不喜几天没见北君临了，怪想他的。姑姑呢？还给我。北君临脸色难看，他以为几天没见了他会想他，结果一开口问的就是那只丑鸡。几次派人来也是要那只丑鸡，半句不提他。他堂堂北幽国太子殿下，比不上一只毛都掉光了的老母鸡。这女人眼睛是瞎的吗？那只丑鸡我炖老母鸡汤喝了。不准动姑姑。姑姑姑姑，还是姑姑，咕咕个不停。他的嘴除了喊姑姑就没别的喊了吗？北君临看了一眼赵武，赵武立即让一众侍从转过身去。正当江不喜疑惑干什么的时候，北君临狠狠吻住了他。北君临实在不想从他嘴里听到姑姑两字，狠狠堵住他嘴巴，谁至于碰上，瞬间勾起了他身体的躁动。放开！有人！赵武立即了解，指挥着侍从们全部退开10丈开外，四周守着，不能让人靠近。宝儿、珠儿此时很害怕，他们刚才好像听到了娘娘的呜咽声，难受又压抑。侍卫大人，求求你，你帮我向娘娘求求情，让太子殿下不要教训侧妃娘娘了。侧妃娘娘刚才不是故意撞到她的。赵武看着圆圆脸的小丫鬟，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太子殿下不是在教训他家娘娘，而是在宠幸她。你家娘娘会没事的，放心吧。赵武都这样说，小丫鬟还是不依不饶。赵武头大，他此时要是敢去打扰，殿下就敢让他脑袋搬家。
李安勘察回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赵武，殿下呢？你说呢？赵武白了他一眼，这不是明摆着吗？还问。李安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殿下如此乱来。待一切平复，北君临帮江不喜整理好衣服，看到他红艳艳的嘴巴，没忍住低头啄一口，结果喜提一巴掌：“你混蛋，这是在外面！”北君临看到江不喜又急又气，抓起他打他的手，亲了下打红的手心。我让他们在外面守着，不会有人看到的。江不喜的手指颤抖了一下，自己打他，他还亲他的手。江不喜觉得北君临不正常了，江不喜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假山。江不喜感觉没脸见人。李安、赵武见侧妃娘娘出来了，不敢多看，也吩咐侍从们全部都不许转身。侧妃娘娘走后，听到沉稳有力的脚步声，李安和赵武转过身去，就看到太子殿下的俊脸上显眼的巴掌印，任谁也想不到将朝堂搅得腥风血雨。政敌眼中不近人情，冷血冷遇的太子殿下，竟压着一个女子在假山行荒唐之事。江不喜回到凤仪宫偏殿，江不喜红着脸不停骂北君临流氓不要脸。娘娘没事吧？没事，就是被狗咬了一下。狗？说的是太子殿下吗？想不到太子殿下还咬娘娘。江不喜想到北君临说把姑姑煲老母鸡汤了，担心不已，赶紧派人去要姑姑。所以北君临前脚刚回东宫，后脚江不喜派来的人就来了。北君临本来心情不错，他知道派人来关心他脸上的伤了，结果听到又是要鸡的，心情不错的脸瞬间黑了。喂！北君临踏进宫殿，发现他的宫殿一片狼藉，脸就更黑了。人不让他舒心，鸡也不让他舒心，一人一鸡真是一个德行。顾将军呢？顾将军调皮跑出去玩了。有没有派人跟着？鸡在他手里出事，以那女人睚眦必报的性子，想必会弄死他。有工人去看着了。福公公刚说完，就见工人抱着顾将军回来了。殿下，顾将军回来了。老母鸡见到北君临，讨好般的叫了两声。跟你主人一个德行，知道闯祸就示弱，过后又犯浑。北君临左看右看，这只鸡都很丑。他举起鸡和他对比。福公公，你说，顾跟顾将军谁好看？俊美无双的太子殿下跟一个毛都掉光了的老母鸡比谁好看？这还是那个强大、自信、尊贵的太子殿下吗？世人皆知太子殿下文韬武略，才貌双全，纵然是顾将军，也得拜倒在殿下的威望之下呀。哼，世人都知道的事情，那女人就跟眼瞎了一样。那女人？福公公疑惑，那女人是谁？一个女人竟然让殿下如此患得患失。这时福公公看到太子殿下脸上红红的，好像一个巴掌印。殿下，陛下打你了。父皇可不敢打我。不是陛下打的，那这天底下还有谁能敢这么大胆，敢打太子殿下？福公公，你说殴打一国储君，其罪该当如何？其罪当斩。哼，砍头哪够啊，起码要五马分尸，碎尸万段，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殿下，是谁？老奴立即安排人去把这等以下犯上的罪犯抓起来，五马分尸，碎尸万段。福公公话一出，就被殿下踹了一脚。我看你才是要五马分尸，碎尸万段，滚出去！哎呀，太子殿下越来越阴晴不定了。哈，福公公，谁让你越老越多话呢？福公公，就你刚才说的那句“殿下没一刀杀了你”，已经是念旧情了。我刚才的话究竟是哪里说错了？你们快给我说说，我下回好注意。李安和赵武笑而不语。他们怎么神神秘秘的？对了，那个叫阿天的侍卫怎么几天都没看见了？他被殿下打断了腿，躺在床上半死不活了。为什么？自然是因为他动了他不该动的人。动了谁？福公公，你别怕，我们兄弟俩会每天给你诵经祈福的。福公公怎么感觉心里发毛？李安和赵武对视了一眼，眼中有着捉弄的笑意。工人们提心吊胆的把顾将军搞破坏的宫殿打扫干净，都退下了，只剩北君临和顾将军。以后你要是再把顾的宫殿搞得这么脏，顾就把你主人搞脏，知道没有？老母鸡萎靡的叫了一声。有你在顾手上做人质，你主人想跑路没门。反正你在顾手里，你主人还不得乖乖听顾的话？顾想搓圆就搓圆，想捏扁就捏扁。北君临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喉结滚动了几下。哼，北君临的狗东西，挟持一只鸡算怎么回事？侧妃娘娘不可如此说，要是被有心人听到，传到太子殿下耳朵里，轻则挨一顿罚，重则可是要杀头的。哼，姑姑要是在他手里掉一根毛，我不但要骂他狗东西，我还要跟他拼命呢。那鸡本来就没毛，想冤枉我直说。二皇子查出来了，那女子就是太子侧妃姜氏。不是说姜氏是个寡妇，丑陋不堪，年老色衰吗？有没有搞错？不会有错，她就是姜氏。原来她就是被太子皇兄厌恶的姜氏。太子皇兄既然不要，那他可就收下了。一个乡下寡妇必定没见过世面，肯定给点甜头就上钩了，到时说不定还能利用利用。
江不喜没想到又遇到了昨日那个直勾勾盯着他看的浪荡子。小皇嫂，昨日多有冒犯，还请见谅。小皇嫂，江不喜疑惑地看着他。小皇嫂可能不认识本王，本王叫北景元，皇子中排行老2。哦，有事吗？昨日景元见小皇嫂实在面生，多看了2眼，不知是小皇嫂多有冒犯，景元在此向小皇嫂道歉。知道了。江不喜淡淡说了一句，然后绕开二皇子快步走了。北景元愣住了，他没想到人这么干脆走了，半点客气，一丝周旋都没有了。娘娘，这么不给二皇子面子，会不会不太好？我又不是他的女人，需要讨好他，管他有没有面子。江不喜可不怕，他二皇子又怎么样？手难道还能伸到太子后院来？何况他今天来拦他，就不是来道歉的。昨天说不认识他多看2眼还算情有可原，可今天明知道他是太子后院的女眷，他一个皇子竟然拦他，他一个乡下来的都知道与理不合，他会不知道？这江氏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寡妇，如此低贱的身份，就是给本王洗脚都不配。他还真以为坐上太子侧妃之位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本王一定会让他知道，惹本王的。河面水花溅起万丈高。哎呀，皇子！宫人们纷纷跳回去挖。谁？刚才是谁干的？给本王出来！姑。极简的一个字，却充满了无尽杀意。拜见太子殿下。北君临冷眼看他，他不说起，北景元也不敢起，这便是尊卑有序。不知臣弟究竟做错了什么？太子殿下要传臣弟下湖呢？北景元眼底深藏不甘，他的母妃是嘉贵妃，他舅舅是丞相，背景论起来不比他北君临差，凭什么要屈居他之下？北边多次来报，恶匪流窜，屡次作恶，几次派兵镇压都不得，百姓终日惶恐，怨声载道。姑命你带2000精锐亲自去剿匪，明日出发。北景元脑袋轰隆一声，他要他带兵去北边剿匪。北边民风彪悍，恶匪猖狂，近1年来朝堂派了几拨人去剿匪都未果，他竟然让他一个皇子亲自去剿匪。太子殿下，任命书马上就会下来。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却又带着最大的威压。北景元一张脸阴沉无比，牙齿几乎要咬碎，派了那么多人去刺杀，都让他回朝了。想到了什么，北景元眼中带上了深意，他怎么突然朝他发难？难道被他查出了什么？不可能的，所有罪都被北景浩那蠢蛋担下来了，该灭的口也都灭了，不可能查到他身上。北君临，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动不了你，我还动不了你身边在乎的人吗？傍晚时分，宝儿有些慌张地跑进来。侧妃娘娘，听说张成威中毒了，太子殿下请了太医院，几乎一半的太医都去了。这张成威入东宫才几天呢，被扇巴掌，罚跪在日头下立规矩，被推入池塘，被不知哪来的野狗咬等等，如今竟发展到下毒药谋害性命了。也不知道张成威后悔了没有？那日用黄金1000两、良田100亩的赏赐换一个太子殿下身边伺候的机会，倾尽了大半个太医院之力。张成威的毒是解了，但是身子也坏了，整日卧着病榻。听说是一个不受宠的侍妾，因为嫉妒之心下的毒，最后被太子殿下下令杖毙了。江不喜怂得更加抱紧了皇后娘娘的凤腿，这凤腿一抱又过了1个月，江不喜过得无比舒服自在，就是晚上总有烦人的蚊子，这点不好啊！1个、2个、3个、4个啊，这么多！他以前怎么不知道他这么招蚊子？侧妃娘娘，早膳备好了。珠儿，今天吃什么？侧妃娘娘，今天吃八宝鸭、鸡蛋虾仁、清炒蔬菜，还有红枣乌鸡汤。点心是栗子糕，水果是蜜瓜，补品是红枣牛乳桃胶。以为这辈子都吃不上3个菜的江不喜，从没有想过能吃上4个菜，还有点心和水果补品的一天。这美滋滋的小日子过得江不喜是爽死了，爽到连北君临是谁都忘记了。给侧妃娘娘请安。江嬷嬷快起来。侧妃娘娘，太子殿下今日派人来接娘娘回东宫了。江嬷嬷说完，就看到刚才还笑嘻嘻的江不喜瞬间不嘻嘻了。哎，侧妃娘娘怎么不笑了？江不喜还沉浸在幸福时光里，结果一盆冷水从头淋了下来。侧妃娘娘，太子殿下派人来接你了，你不开心吗？开心，开心的都要哭出来了。天杀的北君临，就不能让我过点好日子是吧？江嬷嬷见侧妃娘娘笑得比哭还难看，侧妃娘娘定是知道了太子殿下其实没来接她。皇后娘娘为了怕侧妃娘娘伤心，只好说太子殿下来接她回东宫了。其实是皇后娘娘派人送她回东宫。侧妃娘娘，这些都是皇后娘娘赏赐给你的。进来。奴才周宁德向侧妃娘娘请安。奴婢秦秀珍向侧妃娘娘请安。侧妃娘娘，这2位是皇后娘娘宫里的老人了，皇后娘娘让他们跟你去东宫，有他们帮忙打理你房里的事务，你且只管好好安生安泰。幸福的时光为什么总是短暂的？江嬷嬷，我去谢谢母后。侧妃娘娘，现在皇后娘娘不在，她去太后宫里请安了。皇后娘娘可是特地交代，可千万别让侧妃娘娘过去，不然又得抱她大腿嚎上半天了。哦，江嬷嬷，那你帮我谢谢母后，她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侧妃娘娘，你好好养胎，生个大胖小子出来，
就是对皇后娘娘最好的感谢了。我会努力，以后我要多生几个皇孙给母后抱。如果这样，皇后娘娘肯定会很开心的。江不喜决定了，他没什么报答皇后娘娘的，他喜欢皇孙，那他就给他生多几个。北君临要是不肯，那他就霸王硬上弓，反正又不是没干过。侧妃娘娘该动身，有什么事尽管让周公公、秦姑姑来禀报。谢谢江嬷嬷。不用谢，这都是老奴应该做的。娘娘，侧妃娘娘送走了。她可有闹？侧妃娘娘知道了太子殿下并没有来接她，但是她没有闹，还感谢了皇后娘娘，说娘娘你是全世界对她最好的人，她都感动得想哭了，还说要生多多皇孙给娘娘抱。是个懂事的，不枉费本宫这么疼她。娘娘，太子殿下如此厌恶侧妃娘娘，他去东宫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皇后娘娘笑而不语，享受着丫鬟的按摩，闭上了眼睛。东宫书房，殿下，侧妃娘娘快到东宫门口了。北君临手里的毛笔顿了一下，随后恢复如常。母后也真是的，送回来干什么？糟心。李安不说话，刚才也不知道是谁不停看门口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爱姑的眼。殿下不去接侧妃娘娘？哼，区区一个侧妃，难不成还要姑这个太子亲自去迎接不成？滚！是，属下知道了。李安嘴上说着，但并没有离开。去看看也好，省得母后又训斥我。姑将军，你留下看家，要是有小偷，马上禀报。李安看着太子殿下大步往外走，脚步急促，是想见谁了？他不说。巍峨高大的宫门，牌匾上写着东宫2字。江不喜的视线落在了东宫紧闭的朱红大门上。哼，侧妃娘娘回宫，竟无一人迎接，奴婢定会将这情况如实禀报给皇后娘娘。侧妃娘娘，奴才去叫门。不用，既然东宫不欢迎，那就算了。宝儿和珠儿心痛侧妃娘娘，本应该侧妃娘娘回宫，太子后院的妾室都应该出来迎接，不出来迎接也就算了，竟还大门紧闭，侧妃她肯定会很难过吧？很难过，难过，又见不到姑姑了。姑姑，我改天再来接你，回凤仪宫。秦姑姑觉得回去也好，东宫上下既然如此下侧妃娘娘的面子，那就请皇后娘娘来定夺定夺。马车刚走没多久，就听到宝儿的欣喜声音：“侧妃娘娘，东宫门开了！”好像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出来接你来了，快跑快点！于是北君临出来，看到的就是一群人一溜烟离开的一幕，连江不喜的一片衣角都没见到。他顿时黑脸了，浑身散发着寒气，跟在后面的李安、赵武等人大气都不敢喘。完了，太子殿下要杀人了！东宫门口打板子的声音砰砰作响，林良娣、沈良娣、田良媛等等一众东宫后院的嫔妾急忙赶来了，太子妃也匆匆赶来。殿下，这是何故？你应该问问他们。今日江侧妃入东宫，你们没出来迎接。太子妃娘娘，妾身并不知道江侧妃今日回宫。林良娣的意思是说皇后娘娘没通知你。妾身并不是这个意思，是妾身一时糊涂，忘记了时间。林良娣忘记了时间，你们呢？太子妃娘娘，妾身早晨起床头疼，所以多睡了一会儿，这才错过时间，还请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责罚。妾身是早上吃坏肚子了，身体不适，故没有来迎接。其实他们就是故意不来的。殿下，林良娣他们的失职过后再算，现在最主要的是江侧妃，好在她还没有到，臣妾亲自领着林良娣他们在这里迎接，断不会委屈了江侧妃去。江氏来了，见东宫大门紧闭，回凤仪宫去了。林良娣等人愣住了，什么？回凤仪宫去了？那皇后娘娘那边，林良娣他们这回才感觉到害怕。且跪着吧，母后降罪下来，姑看你们能不能承担。江侧妃，你不是回东宫了吗？江不喜嘴一扁，还没开枪就被皇后紧急叫停。秦姑姑，你来说。皇后娘娘，侧妃娘娘去东宫吃了一个闭门羹，无一人出来迎接就算，连大门都是紧闭的。侧妃娘娘站在门口吹凉风，这才又回了凤仪宫。就是，臣妾吹冷风没关系，怎可让母后的皇孙也吹冷风？岂有此理！宣太子、太子妃过来。母后，你等一下把北君临抓起来，狠狠打一顿板子。谁让他这个当父王的没责任心，任由自己的娘子和崽被人欺负？江不喜煽风点火道，他告状还要皇后打他。北君临知道了肯定生气，到时肯定不让他回东宫，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凤仪宫了。太好了！你是第一个说要打太子板子的人。母后，他欺负你的皇孙，该打。确实最近混账了一些，都要做爹了，越发不稳重了。太子殿下，太子妃到。儿臣见过母后。今日侧妃回东宫，为何大门紧闭，无一人出来迎接？母后，是儿臣的失职，不关殿下的事。当时儿臣带着人打扫装饰江侧妃的住所，希望她在东宫能住得舒服，一时忘记了迎接江侧妃，请母后责罚。哪有太子妃迎接侧妃的道理？这不关你的事。林良娣他们呢？太子妃把各自的情况如实禀告给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怎么可能不知道林良娣他们的小心思？林良娣依众女眷，既不知迎接之礼，
那就罚他们每日50跪上1个时辰，跪1个月。本宫倒要看看他们膝盖是不是真这么金贵。母后，儿臣作为太子妃，没有管理好东宫后院事务，也应当该罚。本宫看最应该罚的就是太子。母后，儿臣何错之有？你要是没有对侧妃这种态度，林良娣他们又岂敢如此怠慢？就是，母后打他板子。旁边一道幸灾乐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声音响起，如同魔音入耳。北君临虎躯一震，江不喜眼睛冒着贼光，快生气，快来骂他，快说东宫大门永不让他踏入。北君临余光瞥了江不喜一眼，垂下眼帘，遮住晦暗情绪。母后说什么，儿子照做就是了。母后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气坏自己身子。迎侧妃回东宫，好好照顾她，给母后生个白白胖胖的孙儿出来。母后既如此说，儿臣照做便是。母后，且安心吧，太子向来孝顺，他既然答应母后会好好的照顾你，自然不会食言。江不喜哽了一口气，他没想到北君临那混蛋不按常理出牌。刚才他都说把他拉出去打板子了都不生气，混蛋，他就是见不得他过几天舒坦的好日子。东宫那龙潭虎穴，狗都不去。江侧妃，怎么了？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想去赴刘子，可以吗？北君临看出了江不喜的想法，黑眸一闪而过冷笑，想跑没门。等他进了东宫，他有的是手段和力气折磨他。我想母后，想胖胖，想江嬷嬷。你这孩子多大点事啊？想我们可以随时来凤仪宫看我们呀。侧妃娘娘真是个重情之人呐。北君临薄唇抿出不屑，重情个屁，他比谁都凉薄。刚才在东宫门口，他明明看见他出来了，结果跑得更快了。他还听到他对马说：“死腿，跑快点。”北君临心里很烦躁，只要想到江不喜想所有人，唯独不想他，心里烦躁的就想杀人。母后，儿臣还有公务在身，就先告退了。去吧。皇后娘娘挥手，不想看他的臭脸，脸臭的好像抢了他家娘子一样。都退下吧，本宫也乏了。儿臣告退，母后保重身体。好孩子，去吧。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还不走吗？还要赖在母后这里叨扰多久？江不喜摆烂了，我腿麻了，走不了。他就不走，能拿他如何？就在太子妃以为殿下会怒气甩袖而去的时候，结果却见他大步朝那边过去，随后一把抱起那江氏，大步朝外面走去。太子妃愣住了，君儿还是孝敬我这个母亲的。是啊，太子殿下最听娘娘的话了。北君临冷硬着脸，抱着江不喜大步走出凤仪宫。江不喜窝在北君临宽大的怀抱，视线往上，能看到修长脖颈上的性感喉结，再往上是下巴、薄唇、鼻梁、黑眸，近距离看，俊美的更加惊心动魄。再看，眼睛挖掉。你长这么好看，就是给人看的，我看看怎么了？再说了，你长得好看，我喜欢看。江不喜说的理直气壮。北君临脚步顿了下，继续走，油腔滑调，嘴里没句实话。去了东宫，江不喜虽然有皇后娘娘护着，但是山高皇帝远的，东宫那样龙潭虎穴，还得重新抱个金大腿。北君临就是这根金大腿，所以江不喜决定说些好话哄哄他。相公，江不喜刚开个口，北君临手一颤，差点把怀里的江不喜摔了下去。你个混蛋，能不能好好抱了？摔到我了，看我不打你！闭嘴，不然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江不喜说话温柔，北君临下意识就觉得他准没好事，但他说话粗鲁，他的脑袋就突突痛。北君临背脊一僵，他胸前此时正紧紧贴着他的胸膛，他咬紧牙槽，加快脚步。我有那么重吗？重死了！放你狗屁！我哪里重？我每天就吃一点点。就吃一点点？哼！刚才是谁吃了5块栗子酥、3块桂花糕、2个橙子，外加1个梨？这狗东西，偷看我！你刚才要说什么？说什么？就刚刚，你喊我相公的时候。哦，我想问你姑姑过得好不好？都1个月了，我想死她了。就这些？姑姑有没有想我？有没有想我想的吃不下饭？姑姑……北君临脸色越来越黑，打断了他。除了那只丑鸡，你就没别的想的了吗？有。北君临盯着他，眼底隐隐期待。我想在东宫养几头牛。相公，在东宫养牛可以吗？江不喜眼中有着期待，成为养牛大户一直是他的梦想。不行，养只老母鸡已经够宽容的了，再养牛，那他东宫成什么了？养殖场？1头也不行吗？不行。你哭什么？放牛村家家户户都有牛，就我没有，我好羡慕他们。他们都死了，你这么羡慕，要不要也送你去地下跟他们团聚？好呀，想必我那短命相公在地下等我很久了，我死了正好跟他团聚，我也是很想他呢。你……北君临气得5脏6腑都疼，真想一把毒药把他毒哑算了，就不应该把他带回宫里。他抱着江不喜上了马车，把他放下就走，多待1秒他都怕会忍不住掐死他。你不一起做吗？哼，你觉得我会抛下太子妃来跟你做？江不喜并不生气，只是拽上了他衣领，一把扯了过来，一口亲在了他薄唇，强吻了他一把，随后穿裤无情，一把推开了他。滚吧！你
妃可是要伤心了啊！刁妇！北君临甩袖下了车，外面候着的宫女太监都看见了太子殿下怒气冲冲地下了江侧妃的马车。果然传闻不假，太子殿下厌恶极了江侧妃，这才刚出凤仪宫就不装了。殿下，江侧妃腹中如今怀着殿下的孩子，有些小脾气也正常，殿下别跟江侧妃一般计较，不然母后又该担忧了。如果不是母后，孤怎会容忍她至此？从上车后，太子妃就见太子殿下一直在摸嘴唇。殿下可是口干？是有些口干。那等一会儿，臣妾熬些润喉的梨汤送去殿下书房吧。不用。北君临顿了一下，想到早朝后父皇劝他的话，前朝和后宫紧密相连，不要让支持他的老臣寒心，眼底划过一道暗光。不用送去书房，我去你房中喝。好，妾身们见过殿下。结果北君临看都没看他们一下，抬脚大步走进东宫，拜见太子妃娘娘。哎，一个个跪在这里是迎接我的吗？林良娣等人看过去，随后呆住了。这谁呀？这么美！我还以为又要吃闭门羹呢，没想到这回迎接场面搞这么隆重。你就是那个寡妇江氏？秦姑姑上前就是一巴掌甩在林良娣脸上。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跟侧妃娘娘说话？太子妃娘娘，一个奴才竟然打我，你不管管都要造反了！传皇后娘娘令，林良娣一众女眷每日50跪1个时辰，跪足1个月。太子请功。你主人要是来要你回去，你可别跟他走，知道吗？北君临的声音就像诱拐小孩的坏人一样。这段时间我好吃好喝供着你，窝都是金银珠宝搭的，我对你够好吧？你可不能做那白眼鸡，知道吗？你看我还封了你做将军，多威风！你可别学你主人不识好人心。他想你了，自然会来这里看你；要是不来，就说明他不想你。他要是不想你，留着你也没用了。殿下，侧妃娘娘求见。不错，吴将军立下功劳，有赏。北君临对外面喊一句：“让他滚！”侧妃娘娘，现在殿下不想见你，要不你先回去。你刚入东宫，不急在一时。福公公以为江侧妃召集着来争宠的，江不喜确实住所都没回，直奔这里就来了，但却不是争宠。北君临，你个偷鸡贼，偷我鸡不还！滚进来！侧妃娘娘请。江不喜走了进去，门就被关上了。江不喜往里走去，穿过屏风，他的脖子就被一只大手钳住了，整个身体被一具刚硬的身体压制在了屏风上。你偷我的鸡，你还有理了？北君临额角上的青筋一跳一跳，偷字简直是在挑战他的底线。是你那只丑鸡，爱慕虚荣，贪图荣华富贵，攀上姑这个太子。听听，这是人话吗？行，是我的鸡不懂事，我带回去好好教育一番。不行。为什么？他如今是本太子亲封的姑将军。他的视线控制不住地落在他红唇上，想起了马车上的那个吻。他知道他的嘴巴有多毒，也知道有多甜美。就在他要吻上他红唇的时候，脚边传来激动的咕咕声。姑姑，姑姑，我好想你，想你想的都吃不下饭。你的毛怎么没了？是不是北君临那混蛋拔的？他虐待你是不是？北君临听到这句话，脸黑了，这女人简直坏到骨子里了。哎，不过姑姑，你好像还肥了耶。嘿，你身上披着的是什么？看着怪威风的。老母鸡拍了拍翅膀往里走去，江不喜跟上去。当看到姑姑那金灿灿珠光宝气的鸡窝时，江不喜嘴巴张大的能塞下一个鸡蛋了。哎呀，姑姑，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借我躺一下？不可以。一只大手拽住了江不喜衣领，把他提溜了起来，往外走去。你已经看过顾将军，他很好，你可以回去了。门被无情地关上了。依兰殿寝宫中，雕花拔步床，层层纱幔遮挡，依稀可见床上躺着一道身影。殿中点燃的幽梦香释放它特有的香味。太子妃一身月牙白的寝衣，眼眸含羞地看着太子殿下朝她过来。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幽梦香产自西域，点燃此香能使人迅速进入到幽梦中。第二天苏醒后，用香之人也不会察觉出昨晚的只是一场梦。所以太子妃刚才所看到的景象，正是中了幽梦香见到的梦境。北君临是太子，前朝和后宫紧密相连。纵然他对后院那些女人没兴趣，可他的身份注定了他妻妾成群。他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碰女人，直到江不喜的出现，他破戒了，甚至食髓知味。北君临衣袍都没脱，冷峻的脸庞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之后他从后窗翻身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寝殿外面守夜的婢女们听到里面太子妃情动难抑制的声音，都红着脸低下了头。他们并不会知道寝宫里就太子妃一个人。昭华殿，一道黑影翻了起来，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撩开床幔，床上侧躺着的女人曼妙身形渐渐露了出来。她不再是放牛村的朱寡妇，而是她北君临的侧妃江氏。今晚她不再点她的穴位，她要让她清楚的知道，她是她的女人，是她北君临的女人。
大手捧起了那张熟睡的小脸，冷厉的薄唇吻上了那柔软的红唇，继续今天那个中断了的吻。江不喜正梦见在吃烤鸭，谁知烤鸭突然张开他扁扁的鸭嘴，一口咬在了他嘴巴上。他痛呼一声，一道霸道的气息入侵了他的口腔，兴风作浪。烤鸭成精了，岂有此理！烤鸭就应该乖乖做只烤鸭，让他填饱肚子。江不喜愤怒地咬了下去。北君临蹙眉，捏住江不喜的脸颊，带着怒意地狠狠吻他。江不喜没想到烤鸭竟然造反了，伸出鸭舌头来打他。不对，怎么这烤鸭的味道那么像北君临那混蛋？江不喜猛地睁开眼睛，就对上了北君临染上情欲的脸。什么像？根本就是北君临那个混蛋！江不喜一个机灵，头侧开躲避他的吻，却被他大手掰了回来，薄唇重新堵上。江不喜抬脚就要踹他裆部，却被北君临及时预判一把抓住。江不喜抬手就要扇他，又被北君临抓住反扣在床上。两人都太熟悉彼此了。你什么眼神？自然是恶心你啊！找死！滚！太子妃没满足你，跑我这发什么癫？北君临突然又不生气了，黑眸紧紧地盯着他好一会。你吃醋了？什么东西？赶紧滚！你女人那么多，爱找谁找谁，我要睡觉。我陪你睡。滚！江不喜不客气的一脚把他踹下了床。殿外守夜的珠儿听到声音，立即出声询问：娘娘，是出什么事了吗？无事。江不喜不再管被他踹下床的太子殿下，他生气了会自己走。江不喜躺下继续睡觉，听到一阵脱衣服的布料摩擦声，江不喜惊讶地睁开眼去。你干什么？睡觉。随便你。江不喜侧过身背对着他，结果下一秒一具炙热的身体粘了上来。江不喜闭上眼睛，眼不见为净，两人竟真的就这样睡了过去。一直以来剑拔弩张的两人，第一次如此和平地相拥在一起入睡。第二天江不喜起来的时候，北君临已经不在了。他恍惚了好久，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的梦，可空气中残留的淡淡龙涎香提醒他昨晚的不是梦。侧妃娘娘，你起床了？宝儿、珠儿，早上你们可看见太子殿下？奴婢们不曾看见太子殿下。侧妃娘娘，你忘记啦？太子殿下昨夜宿在了太子妃房中。江不喜没再说话，只是心里暗道：堂堂太子殿下竟翻窗做采花，贼勾当。因为皇后娘娘的凤威，女眷们整整跪足了1个月，这1个月没有女眷敢作妖。江不喜初入东宫，这1个月倒是给了他适应期，要是没有北君临就更好。江不喜正在熟睡，突然感觉嘴巴被堵住了，呼吸不顺畅。他迷糊中睁开眼睛，对上了北君临幽深泛着血丝的眼眸。你要死啊！大清早闹什么？还不去上朝？北君临的俊脸上顶着巴掌印，怨念地盯着江不喜。我难受，一晚没睡。这1个月来，北君临天天翻窗来江不喜寝殿，说是来陪他和仔仔睡觉，实则每次都不老实。但因为江不喜说孕期不能行房事，他倒也没真动他。我管你睡不睡，滚！你帮帮我，不然我这样没法早朝。没法上早朝是吧？好，我拿把刀剁了就能上早朝了。北君临不情不愿下床，他按了按穿衣袍，脸色非常难看。江不喜不管他，卷起被子继续睡。朝堂上，大臣们看到太子殿下脸上的红印和阴鸷脸色，都低着头离他远远的。太子，你的脸怎么回事？禀父皇，昨夜睡如枕压的痕迹，无妨。不然北君临还能怎么说？跟一个女人求欢被打了1巴掌，皇上和大臣们都是绝对的男权，哪有被女人打过？自然看不出太子殿下脸上的红痕是女人打的。下朝后，北君临直奔太医院，拜见太子殿下。北君临意外地看到一个熟人，胡大夫。胡大夫正是放牛村给太子殿下诊治和送信的那个大夫。胡大夫，你来给姑看。殿下，臣只是个管理药材的副使，并不是太医，没有行医的资格。太医院胡副使，在姑落难之际，用精湛的医术医好了姑，即日起晋升为太医院太医。谢太子殿下恩典，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安静的厢房，胡太医跪在地上，恭敬地为太子殿下把脉。殿下身体强壮，旧伤也已痊愈，就是肝火过旺，燥气郁结，气血翻涌。殿下，微臣上次说的需要克制，倒也不用克制过头，适当的疏解有益于身心健康。胡太医没想到殿下如此听医嘱，上次说过需要克制，竟真的克制了。
硬生生从纵欲克制到了禁欲。不愧是天下储君，定力竟如此好。想到太子殿下非常听医嘱，胡太医特别叮嘱道：殿下，每隔3天疏解一回，有益身体健康。北君临幽怨地看了一眼胡太医，是他不想疏解吗？是那人不让碰啊？胡太医怎么感觉太子殿下有一丝丝怨妇样子？人果然不能禁欲，会出大事的。殿下，待会儿微臣开几贴去肝火的药，再配合疏解，保证殿下身心健康。胡太医，女子有孕，可否行房事？胡太医认真作答：女子孕满3月可以行房事，但不可过于激烈。北君临一听，顿时咬牙，那女人骗他。江不喜的身孕已有3月有余了，明明可以了，他却说不行。殿下，其实疏解的方式有很多，春宫图上都有详细记载，殿下可学习一二。北君临对这方面不感兴趣，自然对这方面没有了解，仅有的技巧也是靠男人的天性，他不让他碰，难道是嫌弃他技术不好？第一次的时候他就嫌弃过他技术差。北君临黑眸中划过幽光：殿下，您脸上女子打的巴掌印是否需要上些药？胡太医就这么说了出来，这让北君临感觉很没面子。你知道什么？这是床帝情趣，他可不是什么人都打的。北君临一下朝就钻进了书房。送餐时，福公公见太子殿下在看折子，不由感叹：储君如此勤奋刻苦，是北幽国之福，是千千万万黎民百姓之福。福公公不知道，在他出去后，他眼中勤奋刻苦是北幽国之福，千千万万黎民百姓之福的储君，从屁股下抽出了一本密册，上面写着春宫图3个大字。他翻到刚才看的那一页，继续认真研究。江不喜难得睡了一个好觉，昨晚上北君临没来，他也不去想他为什么不来，反正他只知道他睡爽了。吃过早膳，江不喜便去依兰殿给太子妃请安了。臣妾给太子妃娘娘请安。坐吧，不必拘束。侧妃娘娘吉祥。大家都是姐妹，不必客气。张成威到了，妾身向太子妃娘娘请安。起来吧，不是说身子好了再来请安吗？谢娘娘体恤，妾身已无大碍。今天是朱寡妇入东宫以来的第一次向太子妃请安，张成威怎么也不能缺席。侧妃娘娘吉祥。江不喜看到张梅儿比之前消瘦了一大圈，虽然现在是太子的成威，身份地位已不同往日，可看着却还不如之前村长之女的时候，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张梅儿抬眼撞见了一双微冷的美目。这是怎么了？侧妃娘娘和张成威不是同乡吗？怎么看着关系不好的样子？张梅儿心底冷笑了，她倒要看看朱寡妇如何回答。张成威，你来满足一下林良娣的好奇心，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好吗？张梅儿直接懵了，朱寡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直接把话题甩给了他。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办的时候，太子殿下来了。妾身见过太子殿下。北君临的视线不着痕迹地扫过江不喜。都起来吧。殿下，你怎么过来了？刚下早朝，随便过来看看。你们继续聊你们的，不用在意我。殿下，刚才姐妹们都关心侧妃娘娘和张成威的同乡关系如何，可张成威却迟迟不说，真拿姐妹们见外。殿下，你说是不是？问张成威干什么？江氏跟成威的关系如何，孤最是知道。张成威，你先坐下。张梅儿特地看了眼朱寡妇，随后微扬下巴，在丫鬟的搀扶下，在位置上坐了下来。张梅儿这宠妃当的不够格，这走姿一点都不妖娆嚣张。该学学姑姑，作为北君临爱宠，那屁股都要扭上天了。想姑姑了。你们不是好奇张成威跟江氏的同乡关系如何？过来告诉你们，他们的关系很不好，非常不好。江氏心性恶毒，睚眦必报，你们最好也离他远一些。一众女眷不敢说话。太子殿下这是有多厌恶，才会当这么多人的面说江氏心性恶毒？真是半分体面都不给呀！珠儿和宝儿心疼侧妃娘娘，侧妃娘娘被太子殿下如此说，肯定伤心极了。没错，江不喜非常的伤心且愤怒，他手里端着的茶盏就朝太子殿下扔了过去。殿下，江氏，放肆！你不是说我恶毒吗？那我就恶毒给你看。放肆！放肆！放肆！你除了这句话还有没有别的？你放肆！北君临憋了半天，还是憋出了一句放肆。我放5、放6、放7、放8、放9、放10，我放了这么多，就是不放4。哼！宝儿珠儿，我们走。以后你们都离那江氏远一点，省得被疯狗咬。说完，太子殿下怒气的甩袖离开。从依兰宫出来，宝儿珠儿就安慰侧妃娘娘：“娘娘，你别伤心，你在我们心里是最好的。对，娘娘人美心善，才不坏。走，去看看姑姑。”侧妃娘娘，没有殿下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瞎了你们的眼了，快点放行！甘蓝侧妃娘娘，我看你们是不要命了。
福公公都这么说了，守在门口的侍卫赶紧放行。侧妃娘娘，请进。门口的守卫们吃惊，福公公就是对太子妃娘娘都没有如此。侧妃娘娘不得殿下喜欢，福公公为何还如此谄媚恭敬？能留在太子殿下近身伺候的，哪个不是人精？姑姑，我来看你了。老母鸡听到了熟悉的呼喊，立即从珠光宝气的鸡窝里钻出来。不可否认，北君临那混蛋对姑姑挺不错的，他一直丑鸡丑鸡的叫，江不喜还以为他讨厌姑姑呢。老母鸡又带江不喜去看他的金窝窝，还大方的一扇翅膀让给江不喜睡。如果被朝臣们看见，一只母鸡都过得如此奢靡，怕是参太子殿下的折子估计要堆满御书房了。江不喜觉得一只鸡有什么错？姑姑这么可爱，过些好日子怎么了？当然，姑姑的就是他的。乐什么？江不喜见北君临回来了，立即就收起了大白牙，下3白眼看他。北君临无语，他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变脸如翻书。你来干什么？滚！哼，要滚也是你滚，这是我的宫殿。行，我滚。站住！江不喜脚步更快了，死腿快跑快点！北君临赶忙拦住了他。哼，坑我！带我姑将军去哪儿？什么你的姑将军？这是我的姑姑，我从小养大的姑姑。而且你不是让我滚吗？我不碍你的眼。过来给我换衣服。自己换。你刚才朝我扔茶盏弄脏了，你得负责。我不。今晚突然想喝母鸡汤了。北君临嘴角微勾了一下，张开手臂。江不喜一脸不高兴，脸臭得跟什么一样。也就只有他了，伺候他跟要他命一样，别的女人不知道有多高兴呢。能不能晚点要？他也就随口抱怨一句，结果没想到北君临高大的身躯真的俯下身来。太子朝服繁琐又复杂，江不喜拖了半天都拖不明白。就在他没有耐性准备甩手不干了的时候，一只炙热的大手包裹住他的小手，手把手教他。这里还有暗扣，对，做得很好。这里的系绳解开，江侧妃做得很棒。还有这个，一件一件太子服饰脱下，最后江不喜知道上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江不喜知道上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人气不能。我问过太医了，满3个月就可以，我轻一些。江不喜深感上当了，北君临大尾巴狼早就有预谋在这里等他呢。你走过山河为谁流？这山情似愁，千山暮雪才看透。奈何为此心如旧。花本细问，太多情话，一字一句，羞红脸颊。江不喜被吃干抹净，气冲冲的回了昭华院。东宫后院的一众女眷每天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太子殿下今晚会去谁的房中。太子妃娘娘，殿下去了张成威房中。啊，知道了。就寝时间，殿中异常安静，香炉中飘出一缕缕幽暗香。张成威双手抓着被子，一脸娇羞，看着太子殿下过来，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他并不知道，他只是中了幽梦香看到的幻境。寝室里哪里有什么太子殿下？恨着命运弄人，生死孤凭人海中浮沉，寥寥几笔。滚！侧妃娘娘是有什么事吗？无事。江不喜知道，想要有安生日子过，北君临翻窗来他这里的事情绝不能传出去。你又来干什么？北君临薄唇微勾了下。睡觉。北君临脱去外衣，然后熟练的爬床睡觉。堂堂太子殿下爬床如此熟练，难免有些心酸。他是真来睡觉的。你不是去了张成威房中？你把他丢下，他怎么办？吃醋了。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他不会知道我离开的。什么意思？你把他打晕了？没有。你说你东宫里头那么多女人，也娶了太子妃，你跟我的时候为什么是第一次？北君临想到这事就恨得牙痒痒。是，小郎君，我会对你负责的，行了吧？江不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怎么莫名感觉北君临有种娇羞感？错觉，一定是错觉。你说你从来没宠幸过他们？对女人没兴趣，不想碰他们。江不喜觉得这个说服力不高，他折腾自己的那股狠劲，哪点像对女人没兴趣？西域有种香叫幽梦香，点燃后会让人进入幽梦。幽梦是什么？就是鱼水之欢的梦。哦，
所以他们以为你宠幸了他们，实则是他们中了幽梦香，做的一场梦。除了你，我没宠幸过谁。什么？你宠幸我？是老娘我睡了你。江不喜觉得女王地位不能撼动。江不喜，你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本太子说话的人。我还是第一个敢睡你的人呢。太子殿下，请回吧，我要睡觉了。你睡你的，我又没有不让你睡。江不喜随他去，闭上眼睛睡觉。自从有身孕后，是睡得很。没一会儿，江不喜便睡了过去。说我白眼狼，你才是白眼狼。第二天，江不喜起来，已经不见北君临了。侧妃娘娘起来啦！侧妃娘娘，你被蚊子咬了。江不喜去灵花镜看了看，顿时就知道了之前是怎么回事。好啊，他就说怎么臭蚊子专逮他一个人叮。原来堂堂太子殿下竟当那夜袭小娘子的淫贼。娘娘，我给你上些药吧。没事，过2天就消了。等一下我去跟周公公说说，让他给昭华殿驱驱蚊子。不用了，咬我的这只蚊子又大又变态，普通的驱蚊没效果的。宝儿珠很是奇怪，哪来的又大又变态的蚊子？张成威真是好大的架子，让太子妃娘娘等。给太子妃娘娘请安，妾身来迟，还请太子妃娘娘恕罪。张成威昨夜伺候殿下辛苦了，今日睡晚些也正常。起来吧。见过侧妃娘娘。江不喜如今也算是出息了，以前在放牛村嗑着瓜子听八卦，从村头听到村尾，如今都混进皇城来嗑瓜子听八卦了。张成威今日真是人比花娇，果然有太子宠幸就是不一样。妾身自是比不上侧妃娘娘的花容月貌。唉，我花容月色又怎么样，还不是不得殿下喜欢。江不喜唉声叹气，嘴里却还在嗑着瓜子。你说他伤心吧，他又还有心情嗑瓜子；你说他不伤心吧，他又愁眉苦脸。张成威坐下吧。谢谢娘娘。张微成在后面的位子上坐了下来，之后他就忍不住的在脖子上抓了起来。刚才就感觉痒了，在这么多人面前不敢抓，这回忍不住了。成威，你的脸！吕兄，我的脸怎么了？成威，你的脸上起了好多疱疹，怎么会这样？我的脸，我的脸！来人，快去请太医过来。是太子妃娘娘。朱寡妇，你真是好歹毒的心啊！朱寡妇定是看他受殿下恩宠，嫉妒他，所以才想出这样下三滥的招式来害他。一记响亮的巴掌声响彻凤仪殿。你竟敢打我！张梅儿，你该庆幸我心地善良，只是打你2巴掌。太子殿下到，给殿下请安。北君临随意挥了下手，视线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江不喜，见他没事，紧绷的背脊松了下来。殿下，你怎么来了？我听说祁兰殿请太医了，所以过来看看。请殿下，我妾身做主。你是哪位？女眷们傻了，张梅儿愣了，